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爆卓伟大瓜主人公是诚意，晒其和富婆亲密录音，却是有预谋的诬陷。娱乐圈一直是八卦的天堂，而其中一个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明星的私生活。最近，一个网友爆料卓伟要曝光一个圈内准顶流的私德问题，随后晒出了一些所谓的证据，而这个明星竟然是最近爆火的诚意。然而，一些粉丝却发现了这件事情的端倪，指出这其实是一场有预谋的诬陷。到底爆料者晒出的证据是什么呢？粉丝发现了什么端倪？卓伟的预告是否真实？这些问题都将在下文中得到解答。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爆料的证据。他晒出了2段录音和1段视频，其中一段录音中，一个男生对一个名叫程程的人说：“七夕要到了，你是想暗示我要做点什么吗？”这句话非常暧昧。而在另一段视频中，这个男生又称赞程程瘦了好多，语气中充满了撒娇的感觉。这些证据让人不禁怀疑这2个人的关系是否超出了普通朋友的范畴。但是，这些证据是否足以证明诚意私德出现了问题呢？然而，很快就有粉丝指出了这件事情的端倪。他们发现这个网友在晒出证据之前，曾经多次在微博上转发过诚意的推文和照片，还不止一次的在微博上夸赞诚意的颜值和演技。这让人觉得这个网友可能只是想蹭诚意的热度，而不是真的有什么可信的证据。那么，卓伟的预告是否真实呢？卓伟作为娱乐圈公认的第一狗子，一向以准确率高而著称，因此不少网友相信他的预告一定是真的。但是，卓伟并没有直接点名诚意，只是给出了一些描述，比如这个明星是古装顶流，长相不太好看，私生活非常混乱等。这些描述实在是太过笼统，而且娱乐圈中的古装顶流也不在少数，因此很难准确地判断这个人到底是谁。而且，卓伟并没有发布任何后续消息，也没有对这个明星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爆料，这也让人怀疑卓伟只是想让心里有鬼的人自己买下他手中的消息。总的来说，这个网友爆出诚意私德问题的消息实在是缺乏可信度，而卓伟的预告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明星到底是谁。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这些消息，不要轻易相信谣言，更不要对明星的生活进行过度的干涉和猜测。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喜欢热衷于明星的私生活，甚至会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对他们进行指责和攻击？是因为我们对名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心，还是因为我们期待他们能够成为我们的道德楷模？无论是哪种原因，我们都应该学会保持理性和尊重，不要对别人的生活进行过度干涉和揣测。顶流明星诚意被曝光涉嫌与富婆交往，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那就是视频中的声音非常像诚意的声音，而且还有一个名叫程程的粉丝声称诚意曾经拥抱过他，这让人不禁怀疑，这个声音的主人公真的就是诚意吗？这件事情与卓伟爆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尽管这个视频里的声音非常像诚意的声音，但是我们不能凭借一个录音吹毛求疵。毕竟人工智能飞速成长，利用 AI 进行声音替换已经是屡见不鲜。因此，我们不能凭借一个所谓声音非常像的录音就断言诚意涉嫌与富婆交往。除此之外，这个谈话的内容虽然有些暧昧，但是并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明星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私生活，这些录音也并没什么不对的内容，
因此这并不能证明卓伟所说的事情与这件事情有关。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张照片。毕竟程毅作为明星和异性拍照本来就没什么问题，只是一张普通的合照，所以我们不能仅凭一张照片就否认程毅的形象。更何况，据称程毅和那位女士只是普通朋友，并没有涉及到交往的问题。这件事情从始至终都是对程毅的一次污蔑。这些所谓的证据都是让人贻笑大方的，但是这样的新闻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关注。毕竟卓伟本身就是自带流量，再加一个顶流，那就肯定是非常有噱头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好奇心而伤害别人的名誉。希望所有的娱乐圈从业人员都能够遵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准，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视听体验。总之，对于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要急于对别人下断言。只有在有充足的证据之后，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毕竟，对于一个人的名誉，不能轻易的否定。这是一个关于狗子卓伟曝光男明星私生活的故事。他在社交媒体上爆出这个男明星出轨并欺骗感情的消息。虽然有人怀疑这个瓜的真实性，但是一位博主晒出了和卓伟的聚餐视频，证明卓伟已经身体康复，并承诺要在6月底爆出这个男明星的瓜。此后，另一个知名狗子也爆料说，这个瓜绝对不输2025年6月之前的瓜，而那个男明星的粉丝们将会跑路。这件事还引发了网友猜测瓜中男明星的身份。此后，一些媒体援引消息称，这个瓜已经被买走了，价格高达6800万元。不管这个瓜是否真实，私生活混乱的明星始终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卓伟爆料再度引起了热议。据八卦媒体透露，买下卓伟爆料的人是 H， 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有人认为这个 H 是欢瑞公司的缩写，因为该公司旗下最有名的艺人是任嘉伦，而任嘉伦恰好也是近年来的热门演员之一。不过也有人表示，这个 H 并不一定是指公司的名字，也可能是某个老板的名字。不过有人也发现，这件事可能是针对欢瑞公司的一次阴谋，因为卓伟爆料的2个人都是该公司的艺人，并且人气很高，因此有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的人气太旺了，于是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卓伟爆料的套路很多人都已经看破了，每一次他都会发布预告，再透露一些细节，最后再公布事件的真相。但绝大部分的时候，他爆料的真相与网友们的猜测差距很大，因此有人认为卓伟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狗子，而更像是一个商人。他掌握了很多明星的黑料，但不会立刻公布，而是先让明星上钩，再以高价将黑料卖给对方。有时甚至会找一个替罪羊来解决之后的事情。因此，卓伟发布的爆料大部分都是噱头，而真正的猛料往往是自己被受害人意外透露出来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保持理性态度，不要过于相信谣言。这些大瓜大部分都是一个噱头，如果真的涉及到重大事件，就应该交给警察处理。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发布这些大瓜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流量，而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保护我们的思维。所以，不要随意传播这些看似谣言的东西，要保持理性思考，不被流言所左右。在网络时代，谣言与爆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当我们沉迷于这些话题时，我们是否曾想过，我们在听信谣言的同时，也许就成为了谣言的传播者和刽子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些事情呢？首先，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谣言与爆料。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审慎对待信息的真实性和来源可靠性。对于那些带有攻击意味的谣言，我们更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要盲目传播，否则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为谣言的传播负责。同时，对于一些爆料事件，我们也应该理性处理，毕竟许多事情并非表面那么简单。其次，我们需要自律自省。在看待谣言和爆料时，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我们需要学会自律，不要被流言蜚语所左右。同时，我们也需要自省，不要成为那些喜欢制造谣言的人。最后，我们需要积极传递正能量。在信息时代，我们需要传递正能量，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积极价值。我们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生活，传递正能量，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谣言和爆料，自律自省，积极传递正能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信息时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在网络时代中做到理性看待谣言和爆料，做出正确的选择？